是不是？回去吗？我们要从独山子开去哪？对啊，要去乌鲁木齐吗？那是最后一天了。对呀，你啊，有些时候我发觉你说话也出来的说出来都有点接受不了。好好说，我怎么了？好好的说。我说什么了？我在说你听了没有？我说这句话没有，我问他，我说你听到我刚刚讲了吗？对呀。对呀，我就问他，我们是不是到乌鲁木齐嘛？这个，妈妈的意思就是，就建议我们在这次旅行里面更好的。哎，我先不参与。好了，走了。哎呀，反正语气稍稍缓和一点，不要太硬。我的语气哪里不缓和了？妈妈都关了门了。有点委屈，冤枉，就是我并没有就是怎么样。不是你不要，我刚刚没有跟你说他在乌鲁木齐吗？没有。不是，如果我没说清楚，我检讨，我再讲清楚一点。宝贝，有些是无心伤害。我伤害到你了？没有，就是我们遇到问题解决问题，这样我们就会更清晰了。你觉得我刚刚？不是这个小事情嘛，我只想问，刚刚你觉得我哪句话说的让你觉得不舒服？没有。如果你觉得有，哎，那我就要去想哪里我要注意。其实如果是早几年我会有，但是我现在没有了。对啊。我现在习惯了嘛。习惯了吗？谁习惯谁，差不多的，互相习惯。有时候就觉得以前觉得哎，怎么一下被顶住，那现在就是哎，他就是这个性格，那走。哎呀，老公，你这次的安排实在是太好了。虽然只有2-3天，我觉得我可以去好多地方。我好像要过2个月。有这么难熬吗？完了，才能。没有啊，就是你要把每一分钟都要去。那你组织这个旅行干什么？你度日如年，你还不如不去。你要这2天，感觉要做很多事儿。你不会是生气了吧？你去个2-3天，你说像2个月，做很多的攻略，就是不是要1-2个月的这样？而且有时候说实话也不过脑子，无心的去伤害了别人，然后就极力想去挽救回来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哄。我只是说我在这段时间我花了比我以前10倍到20倍的时间。好，我误解了。好，那你抱抱我呀，来，对不对？来抱抱。其实我有压力的，你有什么压力？怕把我弄丢啊？我怕死了老几个女人了，没人要。这个做得好，有进步啊！我好像力竭的样子。我看着他要崩溃了，眼泪已经流出来了啊！但是我就没办法，我只有靠近他，我把他抱着，我就先平息他的内心。风景再美，你去跟那个错的人有什么好那个啥的了？那你跟对着对的人，那哪儿都是美的风景。是吧？那对吧？你跟一个错的人，你度日如年的有啥好去了？你说的是有道理啊，跟对的人天天是情人节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你跟对的人，你哪怕就在院子里面走一走，你像度日如年是吧？那天我在院子里打扫，我也很开心吗？不是。那就是我们现在不就是你说我遗憾没有去度过蜜月，就是没有出去过吗？但是你小区的时候没跟我说是度蜜月呀，你说的是饭后消食啊。好，我们这次也不要去当做度蜜月，我们就当消食儿去新疆消食儿，好吧？哎呀，两个幼稚的孩子。好好说一句话，并不只限于陌生人交往中，还可以运用到朋友、夫妻、亲人的交往中，这样可以增进友情，巩固爱情。我是那种班级里面的老鼠屎，他是高材生嘛，我的理解能力可能没有他那么大，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话题啊，我们会觉得我说的不是这意思，但他去理解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会导致我们会有一些争吵，是因为对事物的理解的方式不一样。他说这个好，察言观色，了解对方心理，察言观色，各种要避开他的雷区。可能
在某些方面我是比较木讷、比较笨拙的，但是我觉得可能勤能不错哈。老婆，你的证件我帮你拿好了，平时交给你，这次交给我。好。然后今天从我们出发前，保持好愉悦的心情。为了我们这次出行天天腻在一起，有一个脱敏的过程。脱敏，20多年了还要脱敏，你话里能藏 N 个雷，我真的绝了。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就像新婚夫妇要保持新鲜感。其实我能感受到，他想要去找到一个方法吧，就是真正的去沟通彼此。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全新的迈出去。哎呀，看一下天气怎么样？周四有点雷电呢，看看我们带的东西，身份证、防晒霜，差不多了吧？老公，你说，给你来个任务。孩子们的亲子时光是会移动的靶，你和西西就可以玩了。组装一下，然后打两把枪。你看，这就得爸爸来，爸爸一弄特好。我去收东西了啊！速干衣，天哪，你就带了一个浴巾，就啥也不带了，世民哥，就带个冲锋衣，我真的服了。哎呦，这收啥行李？世民哥。世民哥，你说。你帮我把快递拿上来一下，顺便收一下衣服呗。啊，那我是先装枪还是？你的衣服还一件没收哎。我收了呀。你收了啥？你放在那，我很快。我跟你说，我这边带的运动裤就行了。算了，我帮你收吧。不要，不需要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要来破坏我的这个节奏好不好？我自己会知道。求我了，那你来收啊。不需要，不需要来收啊，不需要。有裤子吗？有 T 恤，有衣服吗？啥没有。哎，我都不应该说。之前出去旅行，下午的航班，他跑出去打高尔夫，行李一件没收。然后打高尔夫打到9个洞的时候，给我发信息说：“哎呀，我的衣服一件没收，你看着随便帮我拿2件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啊，那好，我一个人收了7个行李箱。我们3点钟出发哈，他2点45到家，然后说可以走了，走吧。我说好，走吧。万一他没收，最后我再来收，活还是我的。这种过程我已经体会过很多次了。